牵扯过多，现在确实也无所谓了。我原籍洛阳，家有薄才，但身体不好，从小就做女孩打扮。我是次子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受宠爱的幺弟。家中本就不怎么重视我，当时我家有个表亲在华昌县，家中便找了个理由，将我送来华昌县休养。我那会儿攒了些私房钱，便请表亲替我请了个开蒙的先生。不觉晓。我表亲挑来挑去，选中了李记。我哥的书修确实比较低廉，且也只有他才乐意收穷苦人家的女童。正是如此。虽然我在学堂不过短短6、7个月，但每一天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知道，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是啊，那几百日里，但凡我看过的书籍、画册、文稿，如今没有不一一印在脑海中的。先生虽然只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，但又何止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？原来许多读不懂的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便也就懂了。这才知道，什么叫做旷世通达，融会贯通。我那时候爱玩，不爱读书，所以很少去书院。我们碰到过吗？但人人都说，二小姐是个小霸王，淘气鬼。那时候我每次碰见你，都会远远地躲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画眉鸟案发后，我们这群幼童也俱被遣散，书院的书册等物皆被上缴。我听闻老师被定罪，心中十分难过。但当时我不过垂条之龄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再后来，就听说先生在狱中自枪了。过了1个月，我那表亲要去京城做生意，带我一块儿走。我便想着再回书院看一看，正好我还有些碎银，可以拿来交给先生的家人。谁知便见到了那一幕。后来我读书，科举做官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回到这里。我想要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不相信我的先生，你的兄长，是会杀人作案的凶手。好在梁大人已经应允，此案不日便会重审，你且放宽心。这10几年的风霜，总有彻底融化的一天。早啊，崔三爷。崔三爷其实是认得我哥的吧？崇宁5年，有过一场虫灾，县衙卷宗文书都被蠹虫所侵。你兄长来县衙帮忙修补誊抄文书，我们算是做过3个月的同僚。当初他被定罪的时候，我应该为他说几句话，但我当年却没有这个胆量。梁青天果然不负其名，短短几日，把崔老保留的卷宗以及画眉鸟案其余证供已全数整理完毕，只待过堂了。梁大人知晓了我们的身世，很是同情，许了我们良籍，还给了我们本金。今后我打算跟慧玉离开海宁，去京城做点小生意。听梁大人说汴京繁华，我也想去瞧瞧。听说你有望升迁啊？确实有望升迁兵卫司。我丁忧期已满，也即将启程回京了。岑仲伯伯，你也是官啊？你们都走了，就剩我们俩了。你才刚上任，
就好好待着当你的县令吧。你看着他些，省得这个人再发疯放火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云雾中散。我这一回，不是等人来救的雏鸟，我也是飞隼，是猎鹰。陆县令，李姑娘，你是梁大人的随身护卫？大人叫我来给您送一些上好的伤药。有劳了。还有一句话要我带给你。什么话？下次作死时，想想自己的皮够不够厚。替我谢谢梁大人。他右臂有伤。春眠不觉晓。我们从前就坐在这儿。先生的案台总是很乱，但只有3样东西不变：鸟食、文章、果子酒。过来。说起来，这石髓还是先生赠予我的。你书背的不错，讲你个东西。为什么送我个石轱辘？我看这石头颜色有趣，你名字又有一个石，我原来送给你玩。还有一个呢？这个我拿给我小妹去。怎么了？这石髓是我兄长给你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妥？原来他是要告诉我这个。我兄长口舌被割，十指尽折，说不出也写不了，但他把石头攥在手里，原来是想告诉我，你是整个事情的关键。我？但如果你是整个事情的关键，这件事情仍然很蹊跷。你追查此事多年，看过的文书案卷无数，怎么会一无所觉呢？除非这个关键线索藏得很深。当年书斋里幼童有17、18个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呢？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你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？但凡我看过的、读到过的，轻易忘不了。那几日，或者说是那几个月，你都做过什么？又或者有什么机会看到过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？先生讲课很有意思，一点也不枯燥。但要说课上能与小童说什么牵扯人命案的关键，可能性不大。你除了上课，还会做些什么？睡觉。你怎么不去玩啊？没意思。的确没意思。我给你找点有意思的事做。
既然不去玩，那就抄书吧。抄书，抄了什么？有老师自己的诗篇，还有一些对于杂诗的议论。不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？有一份东西，我没有抄完，但是我读过。是什么？这份不用抄。不是文章，那是一篇谏言书。这谏言书竟然是写给他的，所以13年前，最后令他蒙冤致死的原因，就是这个。他为天下写下忠言，却被你葬在无声里。我这一生风雨流离，不是命，而是你，是你用贪念写下了我一生的血书。那就从现在起，让我来改写它。有人。大人，属下从李福院那儿回来了。那个李福渊应该是发现你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自己解决吧。梁大人，伤都好些了吗？皮肉上已无大碍。今日我与福渊是专程来拜谢梁大人的。何时才能吃上你二位的喜酒啊？这正是我与福渊来此的目的。施琅的父母与亲远在清河县，我家中已无亲长，因此斗胆想请大人纡尊做一回主婚人。这有何不可啊？你说，我们到了汴京该做些什么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撤！撤！那太好了，3日后6月初7，正是我兄长的忌日，我们想以喜冲哀，也好忘却前尘往事，重新来过。大人觉得如何呢？李姑娘果然活得通透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这不是张县尉的马吗？政和8年6月初3，云半风，晦明相交，为不定之数。
那几个人没了踪影，陆延崇和那个女的有什么反应没有？并未见。从衙门传出来的消息，知道是崔三告假，江县尉出城办事去了。大人放心，我等日日在外监视，他们看起来并未注意到这几人，应该在用心筹备婚礼。如果你就此停下，不再刨根问底，先生的罪名也能洗脱，是不是就可以？如果我不再追究，你难道会就此停下吗？怎么身上这么重的露水气？昨日没睡好，出去逛了逛，原是想宽慰你，叫你不要害怕。如今看来，竟是半点不去。而今之举，吾为权、名、利，为此后含冤而去者，不必如吾兄；为此后蒙冤而活者，不必再如我。请心腹下轿。请心腹脚下慢。请行。共赴丹池，清吉平安，千岁永离。跨鞍，一马一鞍，新人马鞍平秤过。千金富贵荣华过百秋。坐帐，夫妇和谐常保守。来，喝！好好。
这是我今日与二位的贺礼，恭喜呀！梁大人，何进九重？为什么？道术修身，但若修行不当，也会伤身、伤神。李姑娘或许就是这种情况，因此新婚之夜发起颠来，杀死新婚夫婿后自枪身亡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梁大人，方才您有句话说得不错，论修道方术，叫人如何动弹不得，您确实不如我。你们早有准备，李夫人不，李元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来的人，一个都不许走，通通留下，旁听此案。诸位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，想请各位在此做个见证。今日之事，我一人便足矣。你愿意陪我赴死，是你的情谊；但我若真让你死，那我便不是李福元，而是我兄长的影子，是这乱世的玩偶。新婚之夜夫人，你们不愿我发声，不愿我活着，那我便做了。你们说我是妖女，是匪徒，是谋逆，那我便是了。但我自审清白，不用对得起你们任何人。陆夫人，李姑娘，您告官已然犯了大罪，你居然敢私设公堂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已经无妨了。诸位这几日，想必已经听说了画眉鸟案的真相。今日在这里，我们将整件事情明明白白地说清楚。13年前，商人赵承熙觊觎幻鸟人沈秀的妻子商姐，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主意，将沈秀骗至郊外，残忍杀害。后又恐事情败露，便贿赂了当时的县令翟禄，生生做了一桩冤案，构陷我兄长李吉为凶手。这便是各位听到的事情真相吧？但我方才所说的，并不是整件事情的真相。我兄长李吉，并非因沈秀而死，与之相反，幻鸟人沈秀，是因我兄长李吉而死。李姑娘，你是不是服了什么丹药，神志有些不正常了？先是将我们困在此处，后又发了些胡言乱语。你兄长不过一个普通举子，并未入仕，说他就是倒霉，恰巧被人构陷，那还说得过去。若是说有人为了要害他，还故意去杀了个人，这太匪夷所思了。倘若构陷他的人位高权重，又胆大包天呢？哦。那年天气阴湿，日晒不够，楼中多疏度，文书案卷有许多破损。我兄长李吉因写得一手好字，得聘做了几个月的候补文书。便是在那几个月里，他慧眼如炬，瞧出了许多旁人瞧不出的东西。一介书生，能看出什么来？自元符2年至崇宁2年这5年间，花昌县共计命案大案67起，无一悬案，其中有42起是在3日内完结，故而当时在任的梁大人被称为梁青天。但这42起案件中，多多少少都有些疑点，
不是正供不足，就是有细微的矛盾之处。他当时自然没有怀疑这梁青天的圣名，只是觉得心中有疑。李姑娘，你莫非说这些案子都是梁大人造的假吗？正是如此。这是梁青天呀！他发现了此事，并没有想着揭穿，而是将这些写成了一篇见闻，企图劝诫上官。也正是因为这篇见闻，要了他的性命，梁安道因此找上了赵承熙，这才有了沈秀之死、画眉鸟之祸。空口白话。此事已经过去了10数年，我一时片刻确实找不出什么实证来。但是大人，我知道从律法、程序，我似这浮游汉术扳不倒您。但您别忘了，人言可畏。此处宾客、乡绅、富户、商贩、士族，各皆有之。我已将我兄长的谏言抄录了100余份。此间人之口，外间人之眼，加之我今日民审官的大逆之举。梁大人，您觉得您是否能平安过这一关？原来你们是想这么做啊！不错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但此刻我也放心了。你知道我们今日要动手，所以故意。你是想让我们将底牌都亮出来？聪明的姑娘。那你现在动手，是想要？不错，只要这里的人全都死了，没有人再说闲话。啊，梁大人，你干嘛？杀人了！不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。不过我还要多谢你，李姑娘，你的画眉幻术在花昌县颇具声名，因此这些人死在你失控的画眉幻术下，也不算奇怪。你说是吧？我在。早料到你不想连累我，我哪能不防着？夫妻结发恩，生死共依存。这种时候，莫想撇下刚跟你拜过天地的夫君。你们觉着我是恶人吗？我出身布衣，无祖荫庇护，亦无显贵提拔。若按部就班，做那么个太平地方的小县官，需多久才能得擢升？需多久才能为更多人做些实事？我离任之后，在别处任上，有多少实际？有多少民众诚心感激我这父母官？我提拔了多少有才干却无背景的官员？我为这冗员的朝廷做了多少？你们可曾知道？现在却平白来指责我从前的过失，你们岂不是短视？一顿佳偶，可惜呀！明月照沟渠，你同那李吉一样，没有那福分。上！执政在此。江大人，梁安道已察觉我知晓了实情，你可就计出城，引出岸上，再帮我寻得一人，作为最后的赌注。告诉他们，你是什么人？妾身姓黄，乃是追思宅路的妻子。梁安道，我与几个儿女落在你的手中，你要挟我父自强为你顶罪，事后又要杀我们灭口，
真是好歹毒的心肠！我有户籍文书可查，姓甚名谁，自能查证。梁贼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实证。实证在此。崔三爷，您最清楚当年之事，而今此际难逢，望您以假死之名，助我揭开这阴霾。此信是我从范季礼家中暗格内取来，这也是你当年指使他污蔑李吉、伪造证据的那封匿名书信。梁大人，防君子不防小人，你邀范季礼来参加喜宴，本就是想连带着杀他灭口。而此时我去他家中，他家人自然会将他拿来保命的底牌交予我。此事虽已过10数年，但是当年事发突然，未及找人代写。这书信就是你的笔迹。实证在此。沈夫人，野心会议待在我身边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两安道用人我已查实，均是些山匪莽夫，只求报仇。如今，您可与您的2位爱子团聚了。这便是我相公沈秀真正的人头。还有赵承熙留下的自白信，将你当年如何指使他和皇室兄弟通过沈秀灭杀李吉的细节一一写明，应当是当年特意写下来自保，一起放到了藏尸的树洞里。梁大人，这证据不能说不切实了吧？说起来，这可要感谢翟禄，若不是他刻意提醒，我们绝技不会想到那只画眉鸟。没想到啊，当初放走的一只小小的画眉鸟，竟然成了破局的关键。那只莫非乃是我相公爱秀豢养多年的鸟？他认得回家的路，所以修恶过后，他要自己飞回来。他既认得回家的路，便也不难找回案发之地。虽说人头已成枯骨，莫成想那封信却完好，是奇迹，或是天意。即便如此，我全杀了你们，看谁能定我的罪。梁安道，梁大人，你是御剑司使代天巡狩，地方官员自然审不了你，但岑某人一个御剑忠诚，应当还能勉强审一审你，主持一下大局吧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人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梁大人，您与岑大人共事多年，想必您早已认出了他，因而有所顾虑。否则我与陆大人不能活到今日，也正是因为您顾及岑大人，知道不能轻易了结，这才胁迫翟禄秉纲了却此事。江春送来的证据我都看了，你的人我也压下了。那便如此吧。你不是？我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哼，那自然是有人中途截住了我，将一切事实告知于我。对不住，今早没能和你说实话。怎么身上这么重的露水气？昨日没睡好，出去逛了逛，是我将岑大人请了回来。我输了，但我却不明白输在何处。请赐教。梁大人曾问翟禄，当初那个为民请命的小吏，如今在何处？梁大人，难道不是也为自己而说的吗？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妻儿老小？大人，你也不当问我如何。宦海浮沉，清浊一体，仕途艰险，还没到你懂的时候。梁大人，
其实我们几人避开追杀，本可以隐匿行踪，避开此间祸事，但是我们又都回来了，亦都参与其中，你可知这是为何？大人不信，我便讲一个案子给你听听。崇宁1年，有一大户人家遭了窃，一老儿被指认为凶手，廷杖40，死于公堂之上。此案没有切实的物证。只是邻居说，这老儿忽然发了横财，买了几壶好酒喝，便断言其犯了盗窃罪。其孩儿本是个仵作，因此事便不能再与衙门供职。那小仵作没有别的生计，给父亲收了尸，连夜便投了河。大人，这个小仵作便是我的前任，此案有疑，是也不是？梁大人，民妇也有一个案子。有一个姓沈的书生，与人吵架，不慎将其推了一把，谁成想到了晚间，那人就莫名死了。书生因此被定了罪，投入了大牢，没多久便也病死。这个姓沈的书生便是我的公爹，也正因他犯了事，我的夫君沈秀失去了相考的资格，从此沦落到以换鸟为生。此案有疑，是也不是？大人，这2桩案子都是李吉写在谏言书中的，48份卷宗，48句此案有疑。您当初读时，心中可有一丝敬畏，一点愧疚？梁大人大约也已忘记了，在这卷宗的背后，李吉想向您诉说些什么。我今日想在这里再说给您听一次。欲颂，推勘者大事也，必有3要：一曰正确，所谓确者，必有2人以上之户证也。2曰查实，须定实，有几人以上者，勘地貌，善以存之，辅以笔录、口录、事录，此又为3录。然推居之本，在于人，在于民，存乎公义与平允，而非以公大与声名也。闻君子期者，实为民请命之良力。愿君勿忘初心，奉思旧志也。故有今日之献书，望大人赎旧案，平冤屈，分清浊，以民为民，不负青天之名。大人不愿意做这清风，但总有人愿意，也总有人记得他做过的事，行过的路。梁大人，这篇谏言书，字字皆为草民之忧心，恳请大人拨冗垂阅。若能纳言1、2，实乃天下苍生之喜。我亦无憾。快天风破浊，李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李吉呀！梁安道已交由岑大人亲自押解进京，画眉鸟旧案，连同那42桩疑窦重重的案子，将全数齐封重审。若不是你坚持到现在，只怕许多冤屈都不能重见天日。这一案不只为我兄长，也不只为我，还
还为商姐，为沈秀，为万千沉默者而说。你做到了。无论是李福渊，还是李媛儿，皆无遗憾。都过去了，也该想想我们自己的事情了。挑个吉日，重新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宴。以后就像跟寻常夫妻那样，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再把这园子修缮一下，种些花草。私设公堂，明审观，你最清楚不过的。这里已经再也容不下李福渊了。不！这条路，我本打算自己一个人走完，但因为有了你，连风雪也亲了近了。你走一步，我便跟一步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不是你的。我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留下，选择犯爱，选择活着，也选择爱。从今往后，我要这天下再无一个好人被无声的杀死。你能做成这样的人吗？我带着仇恨而来，所求见得，心无挂碍。现在也该带着解脱离开。我借幻术演出衷肠，金簪间藏着黄，赫赫间藏着黄。你说要陪我等云开见日长，却在案头对好事郎。那夜的一切，仿佛一场梦。那个我曾质疑，而后敬佩与倾慕的姑娘，竟就这样变做了一只画眉鸟，仿佛她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望，你提着灯照亮那夜正常。霜雪融你云上，就掩盖心中伤。某年春里你说胡瓜正铿锵锵，人下花没争执过
亏了。当年的冤案卷宗全在这里了。诸位，酒后了。回来了，师父。可明白了何为遇时而亡？下山后，我果然遇到了那个师父所说的与十字相关之人。每次见到他，心中便略有不适。原本以为会命丧他手，却不想，只要见到他佩戴的石锁，便会想起阿兄在狱中被打断手指、割去舌头的惨状，这才痛苦难抑。多谢师父指点。原来师父所说的那句遇时而亡，并不是什么批命与谶言，而是告诉我最后应当如何行事。我的所作所为，如果牵连了他，那这为民请命的县官，只怕他也是做不成的。死在他手上，便是最好的方法。遇时而亡，非言断命，天地一息，死生互根。时是劫，是关，是一道气之转。你若执念不舍，亡即真亡；若顺势而化，亡者可为时矣。世人以为我羽化成仙，其实不过借幻身脱困。师父之前所说，这一切只是长路的开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死是局的终点，活着才是劫的开端。香囊葫芦小挂件儿，折扇猪篓啊，折扇猪篓，来看一看。陈年的老酒。停！打算送哪家姑娘呢？别提了，当时送人被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得了几枚种子，回去院子里种点胡瓜给我家夫人吃。书中有云：有道是画眉七命看惊奇，人间总有朝朝日，留丹心相照看。体魄夜未安，血溅出了阴凉。13年霜雪封了旧书窗，我拎着针条开
过往，狮子狼低着站。修长过埋他乡，或是舔过那方明心正一棒。谁在暗处笑看仓皇？梦中应是我，也是那飞光。很少精彩动执念多烫。你说于是便忘，偏装入我冥顽。离火挖满你肩头那斗伤。竹林风吹散花香，画眉吹醒走过让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梦，你提着灯